就在前2天，韩国京畿道抱川市一架直升机在水库进行取水作业时意外触水，拉起后开始快速旋转，最后在众目睽睽下拍向水面，激起了巨大的水花。岸边游客错愕报警，救援队的潜水员发现10几米深的水底全是淤泥和树叶，残骸陷入其中，很难搜寻。就这么折腾了近5个小时，才将驾驶员遗体送上岸。岸边有游客感叹，这位66岁的飞行员在水库离世，十有八九是阿飘在抓交替，不禁唏嘘因果轮回皆有定数。然而从科学角度看，坠机事故其实是一连串人为错误而导致的。视频里的这架松鼠直升机据说刚完成了消防设备改装，正在进行验收，机腹下挂了一个储水槽，并伸出吸水管。今天的试飞是为了检测从水库里抽水，然后再撒到山上。为此，飞行员一边下降一边向岸边缓慢侧飞，好让领导看得清楚。可他接近水面时，下降率却不见减小，扑通一声掉进水里。这就是驾驶员犯的第一个错误，他误判了地面效应。当直升机离地高度为4到6倍旋翼直径时，就进入了地面效应的投射效应区。此区域里旋翼下洗气流受到地面阻挡反弹，使直升机周围的空气受到扰动，悬停位置和航向会出现加速漂移趋势。高度继续下降到1到2倍旋翼直径时，就进入了地面效应的感应效应区。此时直升机下方的压缩区使旋翼升力增大，下降率会自动减小，稍微拉起总距感即可悬停。同时，气流对机身扰动更加显著，只需较小的舵量就能产生和原来相同的控制效果。因此，直升机对操纵变得敏感，而习惯了贴地悬停的人，握着总距感的左手就会对拉杆位置形成肌肉记忆。但在茂盛的草地上方悬停或水面悬停时，情况却大有不同。由于下方地面或水面被吹出了凹槽，会引导气流循环再次进入桨盘，于是就发生了入流再循环现象。这导致桨盘外圈的进气流下洗速度增大，使旋翼拉力减小而阻力增加。此时必须适当拉起总距感，提高桨盘出力，才能维持悬停。但该机驾驶员并没有这样的预判，他仍然像贴地悬停一样接近水面，发现下降率没有自动减小，眼看要掉进水里，才慌忙拉起总距感，并旋转上面的油门手柄，大幅增加功率。可惜为时已晚，快速转动的尾桨首先触水折断，一个叶片向斜上方飞去。这时失去尾桨的直升机以应急功率弹出水面，并开始自旋。于是飞行员又做出第2个错误动作，由于他蹬满右舵也不能消除快速偏航，便本能向右压杆进行抑制，使直升机在自旋中硬生生飞出了刷锅动作。如果这位老人家能保持1秒钟镇定，回忆一下尾桨失效的处置方法，就会立即推杆向前加速，靠垂尾的气动力来抑制机身自旋，随后进入平飞。比如电视台的这架松鼠直升机，发现尾桨失效，便毫不犹豫推杆加速，夺命狂奔。只是苦于没有地方降落，只好在减速时任其自旋，最后撞上楼房而有惊无险。再比如这架恩斯特龙直升机，它的尾桨卡在了最大螺距，推动机身和旋翼同向自转，无奈垂尾的气动力不足，无法抵抗尾桨推力。于是老谋深算的飞行员直接向右压杆，强行进行大速度右侧飞，像螃蟹一样横着进场，硬生生靠机身阻力加上发动机反扭，才平衡了尾桨推力。就这么凑合着横向落地，触地前操纵杆回中减速，机身又开始被尾桨推动自旋，他便果断下压总距感，将直升机摔在原地。由于正确的处置和精湛的技术，这架直升机完美迫降且毫发无损。但很可惜，惊慌的飞行员全然忘记了这些操作，即使在上仰旋转中，他也没有想到让机身恢复水平，而是做出了第3个错误动作，就是将总距感压到底来减弱反扭。此时高度只有大约20米，根本无法自旋降落。此时直接给桨盘卸载，只能让直升机像石头一样掉下去，这才导致当场解体，进水沉没。在这种高度不足又尾桨失效的情况下，必须首先控制住姿态，在旋转中尽量维持机身水平，并柔和下压总距感，使桨盘匀速卸载，争取以较小的下降率让比较坚固的机腹拍到水面上，这样好歹都能漂浮几分钟。就算外面的阿飘要抓交替，他也只能干瞪眼。因此本次事故中，飞行员在鬼门关前有3次逃生机会，但接连的错误操作最终导致了致命灾难。可见这完全是平时疏于水面悬停和 LTE 训练的结果。游客说这是抓交替，其实是冤枉了那位阿飘。